莫林寒在这些百姓们的脸上搜寻了一圈，想看看当年救下他和刘铁匠的人有没有在这些人里面。可是这里的人并没有他记忆中的那个人。二位请留步。你有事儿？二位可是从云京城来的？二位可认识一个莫凌寒，还有一靠的人？你是谁？二位不要误会，我这是在替我大哥问的。你大哥是谁？我大哥之前一直都跟我说，5年前他在战场上的死人堆里遇到了2个英雄，他把那2个英雄带回家，还照顾了他们几日。后来朝廷里来了人了，就把那2个英雄给带走了。那年我并不在家，所以也没见过那2位英雄。我是看你们一身华贵的衣服，就猜想着你们很可能是云京城的人，于是想着问问看，你们认不认识那2个人啊？你大哥现在在哪儿？我大哥在家躺着呢，二位要不要去看看他？快去带路。终于来到了一座破旧的石屋前。大哥，我带了2个人，他们很可能认识你口中所说的那2位英雄啊。男人说完后，却并没有得到床上人的回应。不好意思啊，我大哥他这里坏了，一直昏迷不醒着。莫林寒凑上前看了眼躺在床上的人，这一眼会让他有种熟悉的感觉。他很肯定，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就是当年把他和刘铁匠从死人堆里拖出来的人。实在是抱歉了二位，我大哥家的味道不太好。没关系的，我们不介意。你大哥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你大嫂呢？我大嫂2年前就过世了，大哥也是那次意外时受了重伤，脑子就坏掉了。敢问二位认识莫凌寒和江浩吗？你要找的莫凌寒就是我，而江浩是我的至交。原来你就是莫凌寒啊！真是太好了，我大哥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你大哥和大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实不相瞒，2年前我大哥和大嫂去后山的石矿里采石，结果遇到了矿难，大嫂直接被巨石砸死在了里面，大哥也受了重伤。这里地处偏僻，想找个郎中都很困难，大哥的病就这么被耽误到了现在，一直都是昏迷不醒着。我大哥在没有出事之前啊，一直就跟我提起过2位英雄，他说要不是有这2位英雄把守边关，我们这个实验小镇早就被这风兰国的人给霸占去了。我一直把我大哥的话记在心上，想着什么时候这里来了云京城的人，我一定要问问认不认识那2位英雄。没想到今天我们实验小镇终于是来了云京城的人，而且其中一位就是那位英雄。既然屋子里躺着的是莫林寒当年的救命恩人，那他更应该好好进去看看那个人了。敢问你和你大哥怎么称呼？我叫石栓，我大哥叫石柱。石大哥，我想进去看看你大哥。我大哥家的味道不好，夫人还是不要进去的好。无妨。石栓见岳凤哥完全不介意，他急忙将他请了进去。岳凤哥为床上的石柱把了把脉，他也对石柱的病情了解一个大概。石柱的头虽然被石头砸过，但是脑神经并没有坏死。怎么样，还有救吗？倒还有救，只是我这里没有可以行医的工具啊。二位在这里等着，我去找镇长过来，他家里有行医的工具。石栓说完就跑出去找镇长了。不大一会儿，石栓就带着镇长来了。夫人，这是你要的医药箱。敢问这位小姑娘，你真的可以为石柱治病？我有10成把握可以治好石大哥的病。
醒了，我大哥醒了。这一回，镇长不得不佩服起月凤哥来。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姑娘，小小年纪，医术竟然是如此高超。莫凌寒的心也是一阵的激动。小姑娘啊，你真是神医呀！要不是你的出现，施主恐怕这辈子都不能再活过来了。你就是施主的救命恩人啊！我作为这里的镇长，一定要好好答谢你才是啊！镇长，不用答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小姑娘真是积了大德了呀！石大哥，先不要说话，你现在需要静养。今晚你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我们再来看你。石大哥，先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看你。石大哥，不用说话，当年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只是为你擦洗一下脸而已，这并不为过。石柱一脸的激动，可是他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做不了。石柱大哥，你就不要推辞了，当年是你救了我夫君，才让他留下了一条命。现在我夫君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为了答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他为你做这点小事实在是应该的。你如果不让我家夫君为你擦拭身子，他恐怕这辈子都会在愧疚中度过。你只管好好躺着，其他什么都别想。等我家夫君为你擦拭完身子，我还要为你行针。莫凌寒用着赞许的目光看向月凤阁，石柱实在是有些无奈。月凤阁从医药箱里取出银针，朝着石柱的腿上扎了下去。月凤阁按了按石柱的腿，石柱大哥，腿上可有知觉？疼。看来腿上的经络已经通开了，不出1个时辰，你的这条腿就可以完全有知觉了。石柱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激动万分。当所有的一切都做完后，月凤哥这才收起银针。石柱大哥，你现在只需要在床上静养1个时辰，你便可以下地走路了。但是由于你长时间没有活动过，身体肯定会没什么力气，还需要别人的搀扶才行。石柱一脸感激地看着月凤阁。月凤阁今天所制炼的药丸是对脑神经起到强化作用的，这2个药丸吃下去，可以让石柱尽快说话自如，可以让他能在1个时辰之后行动自如。石柱和石川听后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已经足足2年了，石柱不但醒过来，还有望可以下地走路了。月凤阁想着让莫凌寒多跟石柱好好相处一下，跟他多聊聊天。他在这里，他们有些事恐怕也不好当着他的面讲。王妃，你跑去哪里了？九爷刚刚好像看到小花的身影了。你确定你看到小花了？不太确定。刚刚九爷看到了一只小母猫，长得很像小花，但是它身上的味道又不是小花的味道。那只小母猫又来了，九爷去看看。九扁，别跑太远，明天我们就要去风兰国了。知道了，王妃。敢问这位是？这是本王的王妃。风落痕听后挑了挑眉，他在月凤哥的脸上多看了几眼，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眉眼之间算是比较清秀，但也只是清秀而已。月凤哥眼睛还是时不时的往那个少女的身上看去。这位是朕的皇妹风铃雪。战王妃好。公主安静地坐在那里，介绍完自己后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风落痕与莫凌寒聊得最多的便是2个国家的将来该以何种形式互通往来。莫凌寒也将自己的想法与月凤哥的想法融合在一起，讲给风落痕听。月凤哥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时常也会跟着说上几句话。
皇兄，我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皇妹既然累了，便去休息好了。岳凤哥也想跟着出去，他的心里有太多的疑问：为什么这个风兰国的公主会成为他手机里游戏的人物？风洛痕见岳凤哥一副要坐不住的样子，心想这个战王妃竟然如此不懂礼数。战王妃怕是有些坐不住了，既然如此，战王妃便出去透透气好了。本王的爱妃一向活泼好动，让她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怕是会有些坐不住的。既然皇帝愿意让她出去透透气，那本王便陪着她一起去透气好了。首先多谢皇帝的准许，本王妃是觉得关于一些国家方面的大事，还是由你们自行商讨为妙。身为战王的家眷，听得多了也不是太好。那便请战王妃去外面透透气儿吧。来到外面后，岳峰哥搜寻着风铃月的身影，他看到风铃雪的身影，急忙大步跟了过去。战王妃，你刚刚进到乾元宫后，便一直注视着本公主，此刻又一路跟来，是有何事吗？岳峰哥倍感意外，抬起手在风铃雪的眼前晃了晃，见风铃雪没有说话，他这才断定风铃雪是看不见的。公主你好，我其实呢是想跟你合张影的。合张影？这是什么？那个不重要，总之呢，还请公主能答应我。风铃雪没有说话，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岳凤哥拿出手机，打开了摄像头功能，只听到咔嚓一声，岳凤哥与风铃雪的合影便完成了。你刚刚对本公主做了什么？公主不要害怕，我只是拍了张照片而已。拍照片是什么意思？为何你这北川国人说话总是这样奇奇怪怪的？没什么没什么，这些呢都不重要。如果战王妃没什么事，本公主就要离开了。公主，先别着急走好吗？看来公主一定是对我有所误会了。其实我不是坏人的，我只是听过公主的歌声。今天好不容易看到了公主本人，我实在是没忍住，就对公主多了些注视，还请公主见谅。他没想到岳峰哥会听过他的歌声。你不是风兰国人，之前也没有进过皇宫，又是怎么听过我唱歌的呢？公主的意思是你只在这宫里唱过歌？没错，我因为双目失明，一直没有走出过这座皇宫，所以每次唱歌的时候都只有这宫中的人可以听到。这个风兰国的公主果然就是他手机游戏里的那个少女。公主可否听一小段歌声？岳峰哥说着便打开雪迷之城的游戏，一段优美的歌声也从手机里传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并没有唱歌，为何我的歌声会突然出现？其实不瞒公主，我这里有一个法宝，可以将公主的歌声在万里之外收录其中。刚刚公主所听到的歌声便是我之前收录的。谢谢你啊，我没有想到你会远在万里之外都有办法听到我的歌声。一直以来我都是用歌声来打发黑暗孤寂的日子，因为我看不见一切，身份又是风兰国的公主，这里只有皇兄和父皇宠爱着我，只可惜父皇病逝，现在我就只有皇兄一个亲人了。他不嫌弃我是个瞎子，每日都会把我叫到乾元宫来跟我说说话。岳凤哥站在一旁听着并不作声，如果他摘下这条颈带，会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呢？风铃雪躲开岳凤哥的手，公主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眼睛还有没有医治的可能。这双眼睛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瞎了，宫里的御医都束手无策，根本就治不好的。见风铃雪不想让他看他的眼睛，岳凤哥也没有再强求。公主应该已经累了，还请公主回去休息吧，我也要回去了。今天很开心能跟战王妃聊会儿天，这算是除了父皇跟皇兄之外我说最多话的一次了，希望日后有机会见到战王妃。莫
莫林寒，你到底什么意思？酒不让他喝，连橘子也不让他吃。本王在帮爱妃试毒，爱妃别这么大的火气，会让这些风兰国的人看了笑话。他该说莫林寒是缺心眼儿呢，还是缺心眼儿？为了不让月凤哥误会自己，莫林寒运用了一下内力，感觉到自己身体并无大碍。他这才拿起一个橘子，剥掉果皮之后，就要往月凤哥的嘴里喂。突然听到对面有人发出一声惨叫：“来人，快传御医！”月凤哥蹲下去探了探那个人的鼻息，好在一息尚存，看样子中毒还不是很深。刘丞相中毒昏迷，御医却迟迟不来，这让凤若痕的心都跟着揪紧了起来。刘丞相一直极力帮助他，才让他当上了太子，最后成为风兰国的皇帝。御医呢？怎么还没有过来？脑袋都不想要了是吗？禀皇上，御医院的御医们全都昏迷不醒了。什么？月凤哥看了眼已经心急如焚的风若痕，他心里想着，你们风兰国的皇宫还真是够乱的。战王妃会医术？那是自然，本王的王妃不但会医术，而且医术高超。在场其他人全都静了声。刘丞相醒了，刘丞相终于醒了。皇上，臣这是……他刚刚只是吃了个橘子，就感觉到胃里一阵的绞痛，紧接着他就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爱卿刚刚中了毒，刚好有北川国战王妃为你解毒，现在爱卿可感觉好些了吗？感谢战王妃的救命之恩呐！大人不用客气。风若痕见刘丞相已无大碍，来人，给朕彻查此事。是。把这里所有的食物全都换掉，新做好的食物都要试过毒后才可以端上来。实在是抱歉了二位，朕原本是想招待二位，却不曾想会发生这等事件。皇上不必愧疚，好在本王与王妃都没有被害，而那个大臣也被王妃救了过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不要被这件事儿扰了兴致。对于莫林寒的话，风若痕甚是感到欣慰。皇帝可否派人带我去一趟御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风若痕顿时有些心疼起来。这个大太监可是从小就一直陪在他身边的人。启禀皇上，这个人是在我们御医院抓到的，当时他就躺在御医院里，身上已经被刺了好几刀。皇上，大太监就是被这个黑衣男人刺伤的。当时他还想行刺杀我，不过我没有让他得逞，剩下的事就由皇上自己定夺了。岳凤哥说完便坐回到了莫林寒的身边。莫林寒看着那个跪着的黑衣人，他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层寒霜。本王的爱妃你也敢刺杀，真是不想活了。王爷，别把他踹死了，要留活口。踹了2脚后，莫林寒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男人重重地咳嗽着，他只觉得自己今天实在是太倒霉了，就为了1000两银子，结果却接了这么一个破任务。幕后之人告诉他，只需要毒死御医院的御医们，再对晚宴上的刘丞相投毒，却没想到这次潜入皇宫投毒，居然会遇上这个北川国的战王妃。来人，把这人带下去关押大牢，好生看着。侍卫立刻领命，将男人带了下去。最后在晚宴即将到了尾声时，皇妹可否为大家献唱一曲？风林雪冲着风洛痕欠了欠身，很快便有鼓乐声响起，风林雪悠悠地唱了起来，优美的歌声回荡在整个大殿之内。岳凤哥想着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要把风林雪唱歌的画面全都录下来，放给莫玄彻看。风林雪一曲唱罢，在场的所有人全都为他鼓起掌。好听啊，再来一首。他很讨厌风洛痕，连带着也讨厌这个瞎了眼的公主。皇妹，本皇子还想听你唱首歌呢，如果你不唱，就把这杯酒
何家军，松手！本皇子想让皇妹唱首歌，难道皇妹都不愿意赏脸吗？二皇兄，你这是何意？还不快放了皇妹！三皇帝，不，应该叫你陛下才是。你何必反应如此强烈啊？你二皇兄，我只是想让皇妹唱首歌而已，这很难做到吗？皇妹今天已经累了，二皇兄不要再为难皇妹，让她回去休息吧。真是扫兴。这个风洛很真不会当皇帝，是他请我们来这里参加晚宴的。结果晚宴一结束，他就只派个工人送我们出宫。都说会有人那么想要夺权篡位，就他这样当皇帝，早晚有一天会被人踢下龙椅宝座的。那个二皇子可真是够缺德的，你都不知道他把那个宫女给害成什么样。刚刚我给他上药的时候，他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好地方。莫林寒早就看出来，那个二皇子有争夺皇位的野心。今天这些投毒事件也很有可能是他找人做的，恐怕不会轻易放过岳凤哥的。莫林寒急忙抱住岳凤哥，躲过利剑的攻击。莫林寒没想到对方的速度这么快，居然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对他们动手了。岳凤哥也在这一刻警觉起来，他看着那支利剑上刻着一个阳字。王爷，到底是什么人要对咱们下手？是风兰国的二皇子所为。是二皇子？我们跟他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莫林寒觉得现在不是解释太多的时候，他们不能继续待在马车里，难保会有躲闪不及的时候被利剑射中。岳凤哥看到李远躺在马车旁，他的身上被一支利剑射中，的脸上呈现出紫黑色，这是中毒的迹象。王爷，剑上有毒。莫林寒将飞过来的利剑全都打落在地上，一脸警觉地看向四周。爱妃一定要小心，这个风兰国的二皇子生性残暴，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皇宫里的刘丞相和御医们就是被二皇子所害。听了莫林寒的话后，岳凤哥才终于明白过来，难怪有人会在他们离开皇宫后派人刺杀他们。说是谁派你们来的？黑衣人吓得几乎要说出口时，又是一支利剑朝着他这边飞来。二皇子！黑衣人便倒在地上中毒身亡。你猜的没错，果然是二皇子所为。哼，这个二皇子竟然敢对本王的爱妃下杀手，本王今晚就去要了他的狗命。眼下咱们应该先回都道府，至于那个二皇子，等明天再找他算账也不迟。再说李远现在也中了毒，他必须要尽快解毒才行，否则再迟就来不及了。战王和战王妃，这是何意呀？哼，本王妃是来找二皇子的，你让他给本王妃滚出来！用滚这种字眼来骂二皇子，这个战王妃怕是活腻了不成？战王，你的战王妃说话是不是过于难听了些？本王的爱妃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这一点还用不着你来批评。二皇子再不好，也只能由他来骂，还轮不到一个战王妃来骂。来人，给朕将这二人拿下！皇上，万万不可呀！昨晚奴才护送战王和战王妃回去时，途中遇到了一伙人，想要行刺战王和战王妃。这和二皇子有什么关系？禀皇上，那些想要行刺战王和战王妃的人，是二皇子派来的。胡说！二皇兄怎么可能会派人去行刺战王和战王妃？皇上，这是二皇子的剑。风洛痕拿过那半支利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二皇子风子阳的兵器。皇上，到现在你还想包庇二皇子不成？这是本国的事情，战王和战王妃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好。你们国家的事情，
你们的二皇子派人来杀本王妃和战王，已经涉及到我们夫妻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了。请问风兰国的皇帝，我们夫妻二人的账该找谁算？难道我们夫妻二人就活该要遭遇此次行刺，而连个公道跟说法都不能讨回来吗？那么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又作何解释？几句话将风洛痕说的是哑口无言。说到底，你这个风兰国的皇帝做事也真是不够地道。出宫的时候，你只派一个宫人护送我们夫妻二人，连个可以保护我们的人都没有。这是你作为风兰国皇帝的失职。本王妃就问你，那个狗屁二皇子，你交还是不交出来？如果你打算一直包庇纵容他，那就别怪我们北川国现在就跟你们风兰国撕破脸皮。如果你敢下令抓我们，日后你就等着北川国与你们风兰国开战吧。风洛痕被岳凤哥说的是脸一阵红一阵白，整个人的身体都已经麻了。如果他还要再包庇二皇子的话，那他可就真的就是一个昏君了。来人，传二皇子过来。不多时，一个宫中的小太监疾步走了出来。禀皇上，二皇子他……二皇子怎么了？别吞吞吐吐的。禀皇上，二皇子此时正与公主在碧云宫里在行。够了，不准再说下去，拜驾碧云宫。战王妃，皇上有旨，命我们将二皇子押入大牢。岳凤哥将绳子递给御林军头领，还请战王和战王妃去乾元宫，皇上要见你们。那就有请带路吧。这位是？他是上官莫名，跟我们一起的。三位一路辛苦了，朕已经命人准备了一些茶水点心，三位都吃些吧。岳凤哥拿起一块糕点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战王妃怎么不吃？哼，怕是皇上不想让我们三人活着出宫吧。上官莫名没想到这个风兰国的皇帝还真有要害死他们的意思，还请战王妃把话说明白些。岳凤哥指着桌子上的糕点，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在糕点里下毒也未免太过明显了，你还真以为我闻不出来吗？风洛痕听后一脸惊诧，见他并不像是在说着玩的样子，风洛痕这才立刻命人拿银针过来试毒。小太监拿来一根银针扎在糕点里，果然看到银针变黑了。这糕点是你端上来的吧？皇上，奴才没有下过毒，这不是奴才做的。你这奴才，如果再不说实话，朕立刻让人斩了你。皇上，奴才真的没有下过毒，奴才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是吗？来人，把他拖出去，立刻斩了。皇上，奴才是冤枉的，奴才什么都不知道啊。皇上，你做事一向都是这么武断的吗？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个毒根本就不是他下的吗？这糕点和茶水是他端上来的，如果不是他下毒，还能有谁？皇上，你该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这皇宫里有多少人是二皇子的党羽吧？哼，皇上，你也别怪本王妃说话嘴毒不留情面，脑子是个好东西，请你经常用用。这个小太监如果有心想害死我们，你觉得他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做吗？二皇子到底在这座皇宫里安插了多少党羽，这就要皇上你自己去调查了。本王妃和战王只是作为北川国的特使来贵国商讨两国友好建交的事，却没想到短短2日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这也让本王妃看出来，你这个皇帝当的是有些失职啊。一直以来，风洛痕都是想要以和为贵的当这个皇帝，奈何二皇子却处处与他作对。他一直都念在二皇子是他的皇兄，加上贤妃又得先帝的宠爱，他都选择了隐忍。可是这2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岳凤哥说的没错，他确实是做事过于武断了。老奴拜见皇上。你们可知自己犯下了何罪？老奴不知。大胆，到了朕的面前还敢说谎！来人，给朕掌他们的嘴！这一巴掌打下去，2个嬷嬷的脸上立刻肿了起来。
继续打，直打到他们说为止。皇上饶命啊！老奴什么都说，什么都说。皇上，老奴是不是只要说出真相，你就会放了老奴？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别想跟朕在这里讨价还价。是二皇子命令老奴，让老奴在糕点和茶水里下的毒，目的是要毒死皇上。当时老奴是不同意这样的，可是二皇子却拿老奴的家人相要挟，老奴才不得不照着二皇子的话去做。还请皇上饶过老奴吧。哼，又是二皇子，看来他真的是想对朕赶尽杀绝呀。老奴说的都是实话，老奴不敢再欺瞒皇上，还请皇上开恩呐。把他带下去关入大牢，听候发落。求皇上开恩，求皇上开恩呐！另一个嬷嬷见状，浑身已经开始哆嗦起来。皇上，老奴有话要说，还请皇上恕老奴讲出来。说。皇上，老奴知道阿庆的下落，还请皇上恕老奴将功补过呀。你要说的就只有这些。风落痕仍旧沉着一张脸，完全没有什么的表情变化。那个嬷嬷的心里倍感诧异，皇上最喜欢吃的就是阿庆为他做的糕点。皇上，还不止这些，老奴还知道二皇子在宫中私自设立了一个杀手组织，这个杀手组织多数都是弓箭手，他们每个人都训练有素。够了，你说的这些朕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说，就下去等着人头落地吧。来人，把他给朕拖下去斩了。皇上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辞了。战王妃先别急着走，朕还有件事儿想求战王妃。什么事？朕的皇妹双目失明，朕想让战王妃能帮朕把皇妹的眼睛治好。如果让她现在就帮风铃雪治好眼睛，恐怕会有些难度。况且她还急着要回北川国去会会那个雪域国的大皇子。不是本王妃不想帮你，实在是本王妃不能在风兰国待太久，而公主的眼睛也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治好的，恕本王妃无能为力。战王妃的意思是，皇妹的眼睛就真的治不好了吗？那倒不是，只是想要治好公主的眼睛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除非公主跟本王妃一同回北川国，本王妃倒是可以为她治好眼睛。风落痕有些为难了，北川国毕竟离风兰国路途遥远。行了，这边如果没什么事的话，那本王妃和战王便要回北川国了。咱们两国之间将来是否会友好往来，便交由皇上自己去定夺，这便不是本王妃和战王所能掌控的事了。咱们就此别过。风落痕见岳凤哥是真的要走，他突然觉得如果再不留住岳凤哥，恐怕这辈子都很难再见到他了。来人，送战王和战王妃出宫。战王妃留步。这还让不让人走了？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战王妃，这是皇上赏赐战王妃的，还请战王妃收下。战王妃，请不要为难奴才，这是皇上的命令，让奴才必须把此物交给战王妃。既然风兰国的皇帝让你收，你便收下吧，这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那本王妃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代我谢谢你们皇帝。太监乐呵呵地应了声是。岳凤哥翻看了一下令牌的背面，上面写着见令牌，如见皇帝本尊。看来这个风兰国的皇帝是想报你对他的救命之恩呢。他可以给我送一些金银珠宝啊，那东西又很值钱，去当铺当了还能赚些银票花，给个破令牌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再来风兰国了。爱妃这么喜欢钱，本王那里有的是金银珠宝，尽管拿去当了便是。这令牌爱妃还是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还真用得上。
岳峰哥开始有些担心起来，那个雪域国的大皇子会不会在这2天就举兵攻打北川国呢？爱妃在想什么？我在想雪域国大皇子的事。他那人一向猖狂，在雪域国的时候就仗着他是大皇子的身份到处的惹是生非，现在他又要举兵攻打北川国，我真想快点回去，好去会会那个大皇子。爱妃难道就不念着他是你大皇兄的情分吗？哼，我跟他有什么情分？他跟我又不是一个妈生的。爱妃，你到底是什么人？王爷，你怎么突然间问这个？本王发现爱妃对雪域国那边的家人似乎并不怎么想念，所以本王很想知道，爱妃到底是不是雪域国的公主？王爷，我如果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后，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继续爱着我，继续宠着我吗？爱妃只管说好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本王都会接受的。王爷，其实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的家也不在雪域国，我的世界是在一个叫21世纪的地方。我所带来的手机也不是在王府荷花池里捡到的，那是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直接带过来的。看来本王猜的没错，爱妃果然不是雪域国的公主。这么长时间以来，爱妃可真是把本王骗得团团转呢。爱妃，永远不要离开本王，好吗？王爷，你难道一点都不对我的过往感到好奇吗？本王不在乎那些，本王只在乎你。其实我曾经有想过将这边的所有一切都抛下，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爱妃，为什么要回去自己的世界？难道留在本王身边让你感到很痛苦吗？王爷，你不要乱想，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我在现代还有2个哥哥，我在知道他们失踪的消息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当时特别想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寻找我的2个哥哥，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留下来，因为这里也有让我割舍不下的人。这个让我割舍不下的人就是王爷你。如果可以，本王愿意和爱妃一起去寻找你的2个哥哥。王爷，这个铁笼是用来做什么的？爱妃，危险！这不是普通的铁笼，这里有暗器，如果你不小心碰到机关，暗器就会从里面飞出来，到时候会伤到你。王爷，你弄这么一个铁笼做什么呀？这铁笼是用来对付雪域国大皇子的，一旦把他关到这里，他就成了笼中鸟，任凭他再怎么扑腾也逃不出去了。哼，那个狗屁大皇子，抓他还用得着这个铁笼吗？我一个人就能打趴下他。公孙南贤的嘴角抽了抽，就爱妃最厉害了，爱妃一根手指头都能把人给弹飞了。一根手指头把人弹飞，他可做不到。但是收拾那个草包大皇子，他还是绰绰有余的。别小看了我，到了战场上，我可是会6亲不认的。本王的爱妃就是这样勇猛，真是让本王越来越喜爱了。岳凤哥冲着莫林寒做了个鬼脸，莫林寒则是一脸宠溺的笑。你们夫妻俩差不多就行了，别总拿我当空气。咱们现在该说说接下来的事儿啊。你们打算怎么去抓大皇子呀？本王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雪域国大皇子那边已经举兵朝着北川国这边前进了，估计再过个1-2天，他们就要来到北川国边境。等他们到了这边，本王将这个铁笼驻扎在这战场上，然后将敌人引到铁笼内。等大皇子进入到铁笼，本王就可以将他们给一网打尽了。这铁笼是谁打造出来的？这人的脑袋瓜可真是超强大脑。是本王让公孙南贤去了趟华天国，找到了本王的好兄弟刘铁匠，让他为本王打造出这么一个铁笼的。刘铁匠就是江浩吗？就是他。喂，你俩是不是该跟我解释一下，你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连刘铁匠的事儿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啊？你这么多天不回静竹院，太子那里不会起疑心吗？快点回去吧，省得到时候他见不到你又要出问题了。本王可不愿意次次都为你擦老腚。穆凌寒，
你这是在卸磨杀驴吗？看我把这个铁笼子给你弄回来了，你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了，就开始撵我走了是吧？哼，好你个莫林寒，我算是记住你了。王妃可要小心这个家伙呀，他可是很会利用人的，我就是个例子。你快走吧，别在那儿净说些没用的。唉，这男人呐，有了女人就不要兄弟喽。他姥姥的，这是什么破地方？怎么这么热？简直要把本皇子给热死了！大将军上官琪也受不了这么炎热的气候，可是大皇子却不知道脑子里哪根弦断了，就是吵着要来攻打北川国。上官将军，你去再给本皇子打桶水来，皇子要沐浴。见上官琪站在那儿不动，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给本皇子打桶水来呀！大皇子，咱们的水剩余的不多了。怎么，本皇子要洗个澡也得经过你的同意是吗？别忘了你的身份，你只是一个边境将军而已。快滚去给本皇子打洗澡水！如果你敢推迟，本皇子让你人头落地。上官琪被岳世杰骂得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他冷着一张脸走出了帐篷。也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竟然会同意了大皇子跑来攻打北川国。上官琪叫来一个小兵，让他去打一桶洗澡水过来。那个小兵面色有些难看。上官将军，水桶里的水现在已经不多了，再这样浪费下去，咱们饮水都成问题了。去打一桶过来吧，等到边疆战事结束后就全都好了。岳峰哥，你们待会儿不要伤害一个人行吗？我父亲在这些人里面。你可要知道，战场上刀剑无眼，我可不敢保证你父亲这次会不会受伤，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不要他的命。谢谢你，岳峰哥。上官牧民，这次战争结束后，你就跟着你父亲回雪域国吧。我不回去。为什么？我如果回去，就必须与丞相府的大小姐成亲，我不想娶她。我说上官牧民，能有人肯嫁给你是好事啊，你还挑什么挑啊？岳峰哥，你这样取笑我，你的心里不会痛吗？他说完后，深深地看了眼岳峰哥，便转头走下城楼。岳峰哥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有说过什么过分的话吗？莫林寒冷着一张脸，就要去找上官牧民算账。哎，别管他，估计是看到他父亲来应战了，他的心情不好吧。算了，本来我还想逗他开心一下，现在看来适得其反了。对面的可是上官琪大将军，正是本将。上官将军，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想儿子被杀，就乖乖投降，否则不光是你儿子，你的这些士兵们也都会被我们杀得片甲不留。你到底是何人？本王便是北川国的战王莫凌寒。一听到对方竟然是北川国的战王，上官琪的心更是不由得一紧。上官将军，本王并不想与你开战，本王的目标是你们的大皇子，而你的儿子也跟本王说过，让本王留你一条活路。如果想让这些士兵毫发无伤，就归顺本王，如若不然，本王也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上官琪一听，莫凌寒的目标是大皇子岳世杰，他悬着的一颗心也跟着落了下来。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士兵们，他们的眼中都流露出了乞求，他们不想为了个大皇子而死。其实上官琪也不想为了岳世杰而去攻打北川国，可是岳世杰却拿出了圣旨，他才不得不听命于他。到了现在，上官琪越来越忍受不了岳世杰的嚣张跋扈，他的命在上官琪的眼中根本连一条狗的命都不如。战王可是说话算话，那是自然，本王说话从不食言。那好，本将军和这些士兵们便都归顺于你们。只是那边还有一大部分的士兵已经出现了中暑的现象，他们现在急需用水，
不知战王可否救救他们？莫林寒答应给那些士兵水喝，让他的人拿出水囊去给那些士兵们喝。多谢战王。莫林寒也没说什么，他让上官琪他们先在这里休息，等他去把大皇子抓来后，他们再回北川国。上官将军，咱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那个人毕竟是大皇子啊，咱们就这样归顺了北川国的战王，被皇上知道了，一定会责罚咱们的。我早就看那个大皇子不顺眼了，他就是被抓，也是他自己自作自受。北川国是什么国家？他也想举兵来攻打，还真是不自量力。这一路走过来，他一直都吵着累，一点能够带兵打仗的样子都没有。估摸着这会儿他还在帐篷里睡着大觉，而咱们却要忍受着炎热，跑去攻打北川国。我虽然是雪域国人，理应效力雪域国的皇帝，可是如果让咱们这些士兵都为了一个大皇子而死，我是10000个不答应。岳世杰是个傻缺，人已经来到他的身前，都没有见对方有醒过来的意思。莫林寒还真是服了，他就没见过这么心大的人。那些手下立刻用绳子将岳世杰给绑了，直到被绑，岳世杰才终于从梦中惊醒。你是谁？怎么会在本皇子的帐篷里？告诉你也无妨，本王便是北川国的战王莫凌寒。你是战王莫凌寒？放开本皇子！你们知道本皇子是什么人吗？本皇子是雪域国的大皇子，你们竟然敢闯进本皇子的帐篷里来，都不想活了吗？来人呐，给本皇子杀了他们！把他带出去，押回城楼那边。本王已经抓到了大皇子，现在你们可以回雪域国了。那5000士兵可还活着？你放心，他们只是被迷晕了，本王没有伤他们一根汗毛。听了这话，上官琪的脸上终于出现了喜色。那我的儿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了他？你的儿子压根就没有被我们抓，他是自愿找到我们的，他一直赖在北川国1个多月，撵都撵不走。我儿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就把他抓回来，再不让他赖在你们那里了。莫凌寒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你爹来找你了。上官莫名一听，急忙拿过望远镜朝着那边看。当他看到上官琪时，他的身体不由得一僵。如果跟着他父亲回去，他就必须要娶了那个丞相家的大小姐，恐怕他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岳峰哥，我想求你件事儿。你先说说，你为什么非要逃婚？在原主的记忆里，丞相府的大小姐人长得还挺漂亮的，而且为人知书达理，而上官莫名也长得不赖，他们2个还是挺般配的。那个丞相府的大小姐有狐臭，他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上官莫名看着岳凤哥笑，他只能忧伤地叹着气。他当初逃婚确实是因为那个丞相府家的大小姐有狐臭，可是现在他逃婚却完全是因为岳凤哥。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喜欢上了岳凤哥，可是他也知道他跟岳凤哥之间这辈子都不可能，可他就是想一直留在岳凤哥身边。有狐臭呢，又不是什么大病，这个很好治的，我都可以为他治好。上官莫名才不管那个大小姐的狐臭能不能治好。岳凤哥，你就帮我这回行吗？我不想回雪域国，我想继续留在这里。那好吧，我尽量帮你在上官大将军的面前求个情。谢谢你，岳凤哥。战王，你说过不会伤害我儿子，现在他在哪儿？我要去见他。上官将军，你儿子现在不想见你，这是为何？他开始有些怀疑，上官莫名很有可能还被关押着。
他觉得月凤哥早已经变了，她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公主了。以前的那个公主可没有这样的心狠手辣。上官将军，你也应该知道上官墨明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吧？到现在呢，这件事都没有得到解决，你说他能愿意见你吗？其实上官墨明现在过得很好，他想一直留在北川国，他不喜欢那个丞相府的大小姐，更不想娶她为妻，还请上官将军成全他。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他都已经跟丞相说好这门亲事了，怎么可以说悔婚就悔婚呢？这个臭小子居然还想一直待在北川国，他简直就是做梦。做不做梦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上官墨明不喜欢那个丞相府的大小姐，这种事呢也不是你能强求得来的呀。如果上官将军执意要让他娶了那个丞相府的大小姐，恐怕日后呢那位大小姐也不一定会过得幸福啊。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还望公主不要多管闲事。上官将军，有些话呢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但是你既然这样顽固呢，那我也只好说说了。你身为雪域国的将军，常年在外面征战，你有真正关心过几回上官墨明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别以为你是他爹就可以掌控他的一切。现在他离家出走来到北川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逃婚。他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不喜欢丞相府的大小姐，你如果非逼着他娶了那位大小姐，他一定会让大小姐活得生不如死。如果你希望看到这样的下场，你就继续逼迫上官墨明好了。公主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现在就要见到上官墨明。上官将军，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无论她是雪域国公主的身份，还是北川国战王妃的身份，都不是你可以用这种口吻来说话的。不要以为本王不抓你，你就可以在这里放肆。上官将军啊，你想见上官墨明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上官墨明得肯见你才行。月凤哥，你既然已经嫁到了北川国，便是北川国的人，我尊重你，还会称呼你一声公主，但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你们快把我的儿子放出来，我就是死也要把你们这里搅得天翻地覆。爹，你不用再说了，我跟你走便是。上官墨明刚刚站在角落里，将他们的对话全都听了去。他也知道他父亲的脾气，他父亲一旦下了什么决定，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为了不让自己的父亲跟月凤哥动怒，上官墨明还是选择站出来，跟他父亲一起回雪域国。月凤哥，谢谢你刚刚为我说了那么多的话，将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我会深深地把你记在心里的。你这个不孝子，还有脸出来？等回到雪域国，看我不把你的腿打断，让你这辈子都离不开家。上官墨明什么话都没说，他深深地看了眼月凤哥后便低下头。刚刚多有得罪，我这就带着这个不孝子回雪域国去，至于那个大皇子跟江少，就交由你们处置了。上官将军，还请你回去雪域国之后，先不要急着让上官墨明去丞相府提亲，我会在3日后回一趟雪域国。刚刚我也听上官墨明说了，那个丞相府大小姐有狐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帮她把这个毛病治好，到时候再看看你家上官墨明还愿不愿意娶她，又或者说人家大小姐愿不愿意嫁给他呢？月凤哥说的话让上官墨明的心情更加的复杂。那就有劳公主了。月凤哥，老子要杀了你，杀了你！你举兵要攻打北川国的目的，不就是要杀了我吗？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你倒是杀呀！就是因为你在父皇那里乱说话，害得我曾被父皇责罚，在冰天雪地的大冷天里一站就是一整天，这2鞭子就是报那件事的仇。你这个狗东西，在我这个傻缺大皇兄面前乱出馊主意，让他举兵攻打北川国，害得我这2日都没有睡好，
一直在想着如何抓你们。你说你该不该打？岳峰哥，你要杀便杀，今日栽在你手里了，我认了。我不会杀你，但是你那条腿怕是要截肢了。不，你不可以这样做。之前我是一时糊涂，才让大皇子举兵攻打北川国。现在我知道错了，还请公主原谅我这一回呀。我保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你刚刚不是连命都不要了吗？还要这腿做什么？难道你这腿里还灌了黄金不成？岳凤哥说的有一半是对的。江少的这条腿里镶嵌了3颗钻石，岳凤哥看出了他心里有鬼。他让谭毅和乔飞撩开江少的裤子。你们不许碰我，不许撩开我的裤子啊！很快江少的腿就暴露在众人面前。江少，你身为一个将军，是从哪里弄来这3颗钻石的？江少，那3颗钻石是怎么回事？你给本皇子说清楚。没错，是我偷了你的3颗钻石，但我也没少为你卖命，不是吗？如果不是我帮你欺上瞒下，你要攻打北川国的事儿，恐怕早就传到皇上的耳中了。江少，你这个混蛋，本皇子要杀了你！不，你不能拿走，那是我的钻石。什么叫你的钻石？那是本皇子的钻石好吗？你偷了本皇子的钻石，还敢在本皇子的面前这么明目张胆的据为己有。他今天真是发大财了，今天不但给原主报了仇，还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拥有了3颗钻石。岳峰哥，你快把那3颗钻石还给本皇子，否则本皇子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的。岳峰哥完全无视岳世杰的咒骂。这2天我也有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看来那个雪域国的大皇子并不是只想着要攻打北川国，他还想得到北川国的兵权。哦，此话怎讲？据我的探子回报，那个雪域国的大皇子是想借用攻打北川国的名号，把你的爱妃抓起来，然后以他作为人质，威胁你交出这边的兵权。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得到更多的兵力，返回去攻打雪域国，去夺权篡位。看来这个傻缺大皇子的野心还不小啊。说的就是啊，他其实早就对雪域国的皇帝怀恨在心。当初他被废了太子之位，又被贬去军营充军，他又怎么可能会咽得下这口恶气啊？所以他才会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决定举兵攻打北川国。你只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但是那个出谋划策的人还没有想到夺权篡位这么远。想要返回去攻打雪域国篡位的事儿，还是那个大皇子自己想出来的。哦，王爷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那个大皇子跟你说的？那个大皇子是不可能亲口跟本王说这些的，但是有人会将这件事情告诉本王。谁？秦高。这怎么可能啊？秦高那个老东西怎么可能会把这种话说给你听？再说了，秦高跟雪域国之间一点来往都没有，他又是怎么知道大皇子的想法呢？哼，秦高再怎么老谋深算，他也算不到自己的身边还有本王的人。今天本王的亲信已经将他与风兰国和雪域国之间暗中勾结的全都告知本王了。王爷真是成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呢。王爷不妨直说好了。你这家伙还是少打听的好，否则引火烧身，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现在时候不早了，你也快些回静竹院去，免得被太子知道你又偷偷跑出来。本公子一点都不在意太子的想法，他把我软禁在太子府，还不是想让我为他研制长生不老的药？我一天没有为他研制出来，他就一天不敢动我。王爷，你就跟我说说，到底把谁安置在了秦高的身边？行了，本王告诉你便是，那个被本王安置在秦高身边的人就是段无洛。你说什么？你竟然把段无洛给安置在了秦高身边？你是疯了吗？段无洛跟他们是至交好友，武功高强，一直都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喜欢云游四方。
难怪他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看到段无落。莫林寒一点都不意外公孙南贤的震惊。我一家7口都是被秦高害死的，我要想报了这个仇，就必须要去他的身边待着。我要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他每天都在想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最后瓦解他的一切。莫林寒觉得段无落没必要这样做，想要秦高死非常容易，杀了他便是。秦高毕竟是朝中的大臣，他的党羽众多，而他的手里也掌握着太多人的命脉，他想让谁3更死，谁便不会活到5更天。我不想看到还有人跟我的家人一样死在他的手里，所以我要去秦高的身边待着，我要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时候差不多成熟了，我才会亲手杀了他。就是这样，莫林寒秘密将段无落安置在秦高的身边。1个多月前，莫林寒身体除了火寒之毒外，又中了另外一种剧毒，这是秦高让段无落去下的毒。当莫林寒从风兰国回来后，段无落将秦高与风兰国2皇子勾结的事说给莫林寒听。当初秦高派人去雪域国见岳世杰，见面礼便是3颗钻石，于是岳世杰便很快跟秦高暗中勾结起来。莫林寒觉得现在还不是杀秦高的时候，光是这一件事还不足以扳倒他，他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时机来扳倒秦高的政权。只有把秦高的政权瓦解，他这个人对于朝廷来说便不再有用了。王妃，王妃，那个铁笼王爷用着还顺手，本王倒是没用，都是王妃在用。公孙公子也在啊？见过王妃。岳凤哥微笑着点点头，便看向莫林寒。王爷，我有事想跟你说。爱妃有何事要对本王说？是这样的，我想问问你，莫三弟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父皇有没有派他去风兰国？莫林寒一听岳凤哥如此关心莫玄彻，心里稍稍有些许的不舒服，但一想到是关于莫玄彻的终身大事，他还是如实说了。今天一早，风兰国派出的特使便来到北川国，这2日皇帝就要与风兰国的特使接洽，聊些关于2国之间互换牛羊跟粮食的事。由于风兰国跟北川国的路途相隔比较远，所以现在风兰国的特使只是带来500只牛和500只羊过来，剩下的就要等着北川国这边派人过去，将粮食送到后，再将剩余的500只牛和羊带过来。莫玄彻，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啊？女朋友呢，就跟你的娘子差不多，只是还没有嫁给你而已。你可以跟她好好相处，如果呢彼此都喜欢对方，便可以成亲。哦，二皇嫂，你该不会是要给我说媒吧？你小子聪明啊，一点就透。怎么样，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还是不用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岳凤哥猜想到莫玄彻所喜欢的人一定就是游戏里的那个少女。岳凤哥将手机夺过来，点开相册。莫三弟，如果我告诉你，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呢，美的就像出水芙蓉，清新淡雅，你愿不愿意娶她？谢谢二皇嫂的好意，只是我现在心里已经有人了，便再也装不下任何人。岳凤哥把手机递到莫玄彻的眼前。莫三弟，你看看你喜欢的人是不是他？莫玄彻看到手机里的少女时，二皇嫂，你怎么会有这个少女的照片啊？怎么样，这回你还想拒绝我吗？莫玄彻仍旧处在震惊的状态中，不过看样子莫玄彻是很满意的。他又找到一段他在风兰国的宴会大殿录下来的视频，放给莫玄彻看。莫玄彻看到后，二皇子要耍弄风林雪时，他又气得咬牙切齿。这个二皇子真是太可恨了，如果被我抓到，我一定要把他的手剁了喂狗吃，把他的嘴缝上，让他这辈子都说不出话来。莫三弟也不用生气，这个二皇子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并且交给了风兰国的皇上处置，估计这2天就会被砍头了。啊，被砍头？岳凤哥先将这几日在风兰国发生的事全都讲了出来。这个二皇子实在是太可恶了，只是砍了他的脑袋实在是太便宜他了。如果我是风兰国的皇帝，我一定要千刀万剐了他。看来风林雪如果真能嫁给莫玄彻，
她一定会过得很幸福。这个红娘，她做定了。王爷，你看，咱们的莫三弟都这么急迫的想保护风兰国的公主，等明天你再进宫的时候，就跟父皇说说，让父皇与风兰国的皇帝联姻，让公主嫁到咱们这边来。这事儿等本王明天进宫后，就找机会跟父皇说说。二皇嫂是说我将来可以见到风兰国的公主？莫三弟就放心好了，这件事包在我和你三皇兄身上，我保证让你能早日见到风兰国的公主。听了月凤哥的话，莫玄彻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他没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少女竟然是风兰国的公主。父皇，儿臣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哦，还有这等好事儿？快与朕说来听听，是谁家的姑娘被彻儿看上了？儿臣喜欢的这个人是风兰国的公主。皇帝一听是风兰国的公主，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你可知道那风兰国的公主是个瞎子，而且她的年龄比你还要年长1岁，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嫁，你怎么会喜欢上她？父皇，儿臣听二皇嫂说，那个风兰国的公主人非常的温柔，根本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刁蛮任性。皇帝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着莫玄彻，等着他接下来的话。儿臣很喜欢那个风兰国公主，如果可以的话，还请父皇恩准，让儿臣与这风兰国的公主联姻。胡闹！风兰国现在有多乱你知道吗？那个二皇子差点没杀了他们的皇帝，而且还连累了你二皇兄和二皇嫂。现在你还打算与这风兰国的公主联姻，你这不是在胡闹吗？皇帝虽然很宠爱这个三皇子，但他也是有原则的人，不会一味的溺爱他。这件事就此打住，你先下去吧，朕还要批阅奏折。莫玄彻见自己已经惹怒父皇，他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便起身退出重阳殿。莫玄彻又去了皇后所在的昆明宫，就把这件事说给皇后听。没想到他的母后也跟皇帝一样，都不同意这门亲事。战王府这边，岳凤哥看着莫玄彻一脸开心的离开后，王爷，你说父皇那里会答应联姻吗？父皇恐怕不会同意。那皇后那边呢？会不会同意？很难说。岳凤哥想了想，看来这件事还得他出马。王爷，明天你去皇宫的时候也带上我一个，我去找皇后娘娘说说此事，你在父皇那边多费些口舌，咱们两个双管齐下，我就不信摆不平这件事。这件事交给明天去做，今天本王跟爱妃之间还有正事要办。岳凤哥很快就明白莫凌寒口中所说的正事是什么，他一想起昨晚做的羞羞事，他的脸就红到了耳根处。王爷，咱们这边还有好多事要办呢，雪域国的大皇子马上就要攻打北川国了，咱们先研究一下要怎么去迎战好吗？这件事不急，本王与爱妃之间的正事才是最紧要的。莫凌寒说完，便一把将岳凤哥拦腰抱起。拜见皇后娘娘。哎呀，你我之间哪有这么多的礼数啊？快过来坐，我可好多天没看到你了，都想你了呢。皇后娘娘，叫我芳姨，这里又没有别人，不用那么拘谨。芳姨，其实我这次来，一是特意来看看你，二是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哦，是什么事啊？不会是关于彻儿的婚事吧？我这次来确实是为了莫玄彻的婚事来的，不知道芳姨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同意他和风兰国公主的婚事呢？我不同意。我听说那个风兰国的公主是个瞎子，而且都18岁了还没有出嫁，一定是她的脾气不好，性格古怪。如果我能把那个风兰国公主的眼睛治好，你还会同意这门婚事吗？皇后知道岳凤哥医术很高超，只是对方毕竟是风兰国人，她又没见过人家，这不知根不知底的，还是会让她有些犹豫。岳凤哥看出皇后心里的顾虑，他拿出手机递给皇后看。芳姨，你看，
这就是风兰国的公主。皇后拿过手机看了看，她觉得这个公主的五官倒是很好看。月凤哥啊，你怎么这么想让彻儿跟这个风兰国公主联姻呢？是风兰国那边有这方面的意思，他们的皇帝让你来当说客？方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家莫玄彻呢，早就喜欢上这个公主了，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公主，一直都隐忍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我从风兰国回来了，把这件事告诉给他时，你都不知道他当时是有多开心。所以为了莫玄彻的幸福，我这个二皇嫂必须要尽心尽力呀。这件事呢，我会跟皇帝说说的。其实呢，也不必非要这么快就让彻儿娶了风兰国公主，倒是可以让那位公主来咱们这边住一住，两个人先处处看。如果各方面呢都合得来，而你又帮着公主治好了眼睛，倒是可以考虑他们成亲的事。月凤哥见皇后已经被自己说动，他在心中暗喜，自己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莫凌寒那样完朝后去了重阳殿，却是扑了个空。一问之下才知道，皇帝下朝后便去了昆明宫找皇后去了。反正我不管，我就想让那个风兰国的公主来咱们国家玩玩。而且战王妃也说了，她会把风兰国的公主眼睛治好的。这件事儿，朕说什么也不同意。朕不能让咱们的彻儿娶一个那样的公主为妃。皇上，你是不是不再爱我了？你要是不再爱我了，你就去找别的妃子吧。我和彻儿离开皇宫，出去单过。好，好，好，皇后说什么就是什么，总可以了吧？莫凌寒听得眼角抽了抽，他现在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直到皇帝和皇后都看到莫凌寒时，两人才停止了争论。战王这时来找朕有何事啊？拜见父皇、皇后。是这样的，儿臣这次来是想说说关于三皇帝联姻一事。皇帝没想到莫凌寒也是来当说客，他原本还有些和缓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你们一个个的都想来气朕是吗？父皇，儿臣见过风兰国的公主，对她也稍稍有一些了解。她确实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她这个人却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刁蛮任性。她其实是个好姑娘，只是太过安静，为人又很低调。即使这样的传言传出去，她也没有去辩解过。那又如何？这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朕的皇子可不能娶一个瞎子公主做妃子。父皇，关于风兰国公主眼睛的事儿，儿臣的爱妃就可以为她医治好。这件事儿我们在风兰国的时候就跟那边的皇帝说过。即使咱们愿意让风兰国的公主来这边住，可人家也不见得会过来呀。皇上，我想这件事想要解决并不难。咱们不是要跟风兰国互相交换粮食跟牛羊吗？那就干脆在互换食物的时候，就派人去告诉风兰国的皇帝，咱们北川国要与他们风兰国更深一层的交好，咱们要与他们联姻。这个……皇帝开始有些犹豫了。皇后的法子很好，父皇不妨就派三皇帝去办这件事儿。这样一来，他们还可以见过了面，而且以三皇帝的身份去办这件事儿，还彰显了咱们北川国的诚意。皇帝想了想，也觉得是个办法。好吧，就依照战王和皇后的意思去做吧。他所想的是，现在莫玄彻他还不知道风兰国那边是什么样子，他一直在幻想着那个公主有多好有多美。等他真的去见到本人，或许他就会知道那些幻想都是泡影，到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提这件事，而他们也可以再为莫玄彻物色更好的人选。当两人来到玄云宫外时，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上去悲悲切切的。战王妃，里面是谁在哭啊？是香儿君主在哭。外面是谁来了？是战王和战王妃。莫玄彻一听，终于呼出一口气。二皇兄、二皇嫂，好在你们来了，我都要被烦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香儿郡主又是谁啊？香儿就是唐将军的千金，就一天到晚跑过来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闲的没事干啊。
见过战王妃。他拉着莫玄澈的衣袖，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你还有完没完啊？你一直在我这里哭个什么劲儿啊？彻哥哥，你知道我喜欢你的，你怎么可以去风兰国找别的女人呢？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吗？你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儿，但我已经跟你明确的说过了，我不喜欢你，还请郡主回去吧，我这里还有事儿呢，就不留你了。不，彻哥哥，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就是喜欢你，我要嫁给你，做你的妃子，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你不许娶别人。我再数3个数，如果你不松手，我就不再对你怜香惜玉了。虽然我从不打女人，但我不在乎今天破这个例。彻哥哥不会打香儿的。他朝着莫玄澈的嘴唇上亲了过来，莫玄澈直接把他推倒在地上。彻哥哥嫌弃香儿了，彻哥哥不喜欢香儿了。还不快送香儿郡主出宫！宫女急忙走过去就要扶起唐香儿，却没想到唐香儿一把将那个宫女推开。彻哥哥，今生如果不能嫁给你，我便死在你的面前，来生咱们再在一起。莫玄澈看到这里更是心里一阵的烦闷，他一直都没有喜欢过这个唐香儿，只把她当成妹妹一样看待。可是让他受不了的是，唐香儿却一再的跑来跟他说她要嫁给他，现在他又闹了自杀这么一出，更是让莫玄澈气恼到不行。他急忙抓住唐香儿的手，将那只簪子夺了下来。你闹够了没有啊？是不是我应该跟凤凰说一声，让你以后都不许再进入皇宫，你才甘心啊？彻哥哥，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不闹了，我不自杀了还不行吗？送香儿郡主出宫，皇子不想再见到她。香儿郡主，奴婢送你出宫。唐香儿如同一个木偶般，呆呆地被那个宫女扶着，朝宫外的方向走去。虽然唐将军跟宜妃有亲戚关系，但今日这件事你做得很对，二皇兄支持你这么做。二皇嫂也支持你。二皇兄和二皇嫂今日来此是为何事啊？当然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我听说你这2天就要被父皇派去风兰国了，到时候你见到公主一定要跟她提提我，她听到我的名字后会跟你的关系更拉近一些的。我知道了，二皇嫂。还有就是风兰国的公主一直喜欢安静，你最好跟她说话的时候不要显得太过多话，好像一副你已经看上她的样子，这样呢会把她给吓跑的。还有吗，二皇嫂？还有什么的话，我目前一时还想不起来。只是，如果你真打算带她来北川国，可是要有些耐心的。毕竟她在风兰国是公主，而她只有风兰国的皇帝这么一个亲人，他们2人之间的感情很深厚，不是你一个皇子可以撼动的。所以说呢，你在说服公主之前，一定要先说服风兰国的皇帝。你要让他知道，公主跟着你来到北川国，一定会很幸福。不会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莫玄澈现在就差拿个小本子记下这些了。刚刚的香儿郡主恐怕将来会成为你跟公主之间的隐患，你必须要把香儿郡主的事情先解决好了才行。莫玄澈一听到唐香儿，他就一个头2个大。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你可以让父皇给唐香儿下旨说门亲事，这样一来，她不愿意嫁也得嫁。等到她真正嫁给了别人，她也就对你彻底死心了。现在他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如果这样莫玄澈都不肯答应，那他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岳凤哥见自己也没有什么可要说的，便大步朝着皇宫外走去。战王妃，你先别走，郡主找我有事。战王妃，你管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你为什么要在彻哥哥面前提什么风兰国的公主？如果不是因为你，彻哥哥现在也不会对本郡主这么无情。小姑娘，做人呢要懂得适可而止，你自己都知道莫玄澈不喜欢你，还非要往人家身上贴，你说像你这样的人谁会喜欢呢？战王妃，你凭什么这样说本郡主？本郡主跟彻哥哥一向关系都特别好，
全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彻哥哥开始对本郡主渐渐疏离起来的。你就是本郡主跟彻哥哥之间的绊脚石，你这样的女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本王的爱妃岂是你可以骂的？战王，你怎么可以打本郡主？你对本王的爱妃出言不逊，就是该打。本王今天打你这一巴掌，算是给你一点教训。如果你日后再敢说战王妃一句坏话，本王会直接将你这个郡主给废了。莫林涵说完，便不再理会唐香儿，上了马车。走吧，回王府。岳峰哥，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10倍100倍的还回来的。岳峰哥打开一看，是一个未接来电，他感到很奇怪，对方怎么只打了1声就挂了，而且还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他突然间想到一种可能，岳峰哥急忙拨了回去。喂，大哥，是你吗？三儿，是你吗？岳峰哥在听到这个亲切的称呼后，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三儿，你别哭啊，你这么一哭，大哥都想哭了。大哥，你现在还好吗？你到底去了哪里啊？我给你打电话，却是你的助理接的电话，他说你失踪了，一直都没有联系上你。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好担心你和我二哥，你们到底在哪里吗？三儿，你说大哥现在是不是在做梦啊？大哥居然也穿越到了古代，还成了这华天国的摄政王。这女人刚刚居然想行刺他，结果被他给打晕了。大哥，我二哥呢？他有没有跟你一起穿越过来？你二哥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穿越过来之前，正在坐着电梯，结果电梯一下子掉到了1楼，结果我就这样穿越到了这个地方。至于你二哥那边，我至今都没有联系上他，这部手机也跟着我一起穿越过来了。我本来想用手机给你和你二哥那边打电话的，可是一直都打不通。好在后来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告诉我可以在他的淘宝上买东西，只需要扣除购买值就行。我按照那个人的意思做了几个任务后，就得到了购买值，然后就买了这张手机卡。大哥，你说网上认识的那个人是不是叫别问我是谁？是啊，那个人就叫做这个名字。三儿，你也认识他呀？岂止是认识，我还在他那儿买了好多东西。岳峰哥越说越激动，他把从他穿越过来所发生的事全都跟他大哥讲述了一遍。岳晨云一直倾听着。爱妃在自言自语说着什么？这么开心啊？王爷，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呀？不早了，已经过了50了。看来他的妹妹在这边过得还挺幸福的。看样子你还挺开心似的。那手机是可以逗你乐吗？大哥，我先不和你说了，有时间我再打给你。岳晨云笑了笑，他现在也确实是不能再和岳峰哥通电话了。楚晨云，你今天逃不掉了。岳晨云有些奇怪，他刚刚穿越到这边来，就被这个女人接连刺杀。他到底跟这个女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这样仇视她呢？他知道自己这个身体是华天国的摄政王，叫楚晨云，只是他从穿越过来之后，根本没有之前摄政王的记忆。本王认识你吗？安澜看着面前这个身材颀长的男人，要说安澜没有心跳加速过，那是不可能的。是谁派你来刺杀本王的？无可奉告。你这是找死！楚晨云直接将安澜禁锢在自己的怀里。身为杀手的安澜从来没有失过手，这一回有人雇他来杀摄政王，对方开出的价又是天价，安澜当然不会跟金钱过不去，所以他很快便接了这单刺杀任务。本王给你2个选择，说出是谁雇你杀本王，或者本王杀了你。安澜拼命地想要挣脱开楚晨云的手，却在下一秒竟然被他点了穴位。你这个该死的，别以为当个摄政王你就可以嚣张一辈子，你做的那些坏事
所有人都想杀了你，即使没有我，也会有千千万万个人来杀你。楚晨云的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你说本王为非作歹，做了很多的坏事儿，那你就说上一两件，本王都做了什么坏事儿？你做过的坏事还少吗？利用自己的职权欺压百姓，克扣百姓的粮食跟食盐，造成百姓们连盐都吃不上，想要吃盐还得向你的党羽手下用高价钱购买。你不但害得老百姓连盐都吃不上，你还残害女人，凡是被你骗到摄政王府里的女人全都死于非命。像你这样的人，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了也不足以平民愤。这个原主真的这么渣吗？你说的这些可都是事实。哼，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今日我没有杀了你，反而栽在你的手上，算我倒霉。你杀了我，也只是在你杀掉那些女人里多添一具尸体而已。我死了，我做了鬼也会跑来索你的命。楚晨云目光幽深地看着安澜好久，最后他终于松开了手。他没有为安澜解开穴道。今天本王不杀你，但不代表日后也不会杀你，你好自为之吧。楚晨云说完便大步离开，留下安澜站在那儿。安澜重重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刚刚真的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却没想到这个残忍的摄政王居然会放了他。王爷，等雪域国那边的事情办完，你能带我去一趟华天国吗？爱妃去华天国做什么？我想去看看那个刘铁匠。爱妃见刘铁匠做什么？刘铁匠打造的那个铁笼太好用了，我还想让他帮我打造点其他好玩的东西来玩玩。行，等雪域国的事情办完后，本王就带你去华天国。岳凤哥开心地紧抱住莫林寒，小脸在他的身上蹭啊蹭的。第二天一大早，莫林寒吃过早膳之后便去上朝了。岳凤哥躺在被窝里，又想给他大哥打电话了。这个时候大哥应该会很忙吧，他没有给大哥打电话，却给二哥打去电话，仍旧是岳成义的经纪人刘露露接的电话。一直到现在我这边也联系不上陈毅，警察那边也同样没有搜查到人，也不知道陈毅现在在哪里啊。岳凤哥挂断电话后，心里又觉得很不是滋味。大哥跟他一样都穿越到了古代这边，可是二哥呢？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青芝姐，你说顾大哥这2日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怎么我每次见到他都是一脸愁容的样子？我问他也不回答，真是快要急死我了。晴儿是不是喜欢上顾风啦？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关注他呢？青芝姐，你就不要取笑我了好吗？顾大哥人长得帅，又会医术，为人又热情，你说这样的男人谁会不喜欢呢？我会喜欢他也很正常的吧。岳凤哥听到这里没有再听下去，而是直接去了王府医馆找顾风。当岳凤哥来到王府医馆里，就看到顾风坐在桌前，双手托着腮帮子，长吁短叹着。王妃是来抓药的吗？我不抓药，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听晴儿说你这几天都闷闷不乐的，是有心事吗？是晴儿乱讲，我没有闷闷不乐，更没有什么心事儿。顾风嘴上虽然是这样说，可是他的脸上却仍旧掩饰不住的愁云。有什么事不妨跟我说说，如果能帮得上忙，我一定会帮你。顾风低下头，他想了想，最后还是把心事说了出来。其实是这样的，我在乡下的母亲为我找寻了一门亲事，说是这2日就让我回去见一见那位姑娘。我不想回去，可是母亲的态度却十分的坚决，为这事儿我挺发愁的。我还当是什么大事呢，不就是让你回去相亲吗？你回去一趟便是了。岳凤哥这话其实是故意这样说的，他就是想看看顾风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他并不喜欢晴儿，那么他也不会再为晴儿和顾风牵线搭桥。王妃，我心里已经有了别人，又怎么可能回去见另外一个姑娘啊？你心里的那个人是谁？是晴儿吗？
王妃，你就别取笑我了，我哪能配得上晴儿？这个世界男女平等，哪里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只要你俩两情相悦，我就可以帮你俩保这个媒。你看怎么样？顾风一脸震惊地看向月凤哥，他没想到月凤哥竟然愿意为他和晴儿保媒。你就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晴儿？我是喜欢晴儿，可是不知道晴儿喜不喜欢我。月凤哥一听这话，心里便已经有了打算，他这根红线要为两人签定了。这件事呢，你就放心吧，我呢会去跟晴儿说说的。至于你母亲那边，你也可以回去一趟，只不过到时候要带着晴儿一起回去。顾风有些回不过神来，如果月凤哥这样贸然去跟晴儿说了此事，万一晴儿根本不喜欢他，反而会笑话他怎么办呢？那他今后还怎么在晴儿面前出现？王妃，我看这件事还是由我自己去说吧，我怕晴儿根本就不喜欢我，更不会接受我。你小子那点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连晴儿喜不喜欢你都看不出来吗？被月凤哥这么一说，顾风更是有些无措，他是真不知道晴儿到底喜不喜欢他。月凤哥也不想多待，便要往医馆外走。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晴儿，你之前说你喜欢顾风，可是真的？王妃，你怎么知道？既然你喜欢顾风，那我就帮你牵根红线，为你和顾风保个媒，怎么样？王妃，你不能这样做。晴儿是喜欢顾大哥，可是顾大哥并不喜欢晴儿。晴儿啊，你说说你怎么就这么单纯呢？顾风喜不喜欢你，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可是顾大哥并没有说他喜欢我。我就问你，你想不想成为顾风的女朋友吧？王妃，什么叫女朋友？女朋友呢，顾名思义呢，就是在你和顾风还没有成亲之前，就彼此每天都会腻在一起，说一些亲密的话，做一些亲密的举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们才会成亲。我当然想做顾大哥的女朋友。晴儿终于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那我就放心的给你俩保媒了，让你俩能够名正言顺的在一起。好了，晴儿，你就跟顾风好好相处，最后你们成了亲，再生个小娃娃给我玩。王妃，你就不要取笑我了。我告诉你吧，刚刚顾风亲口跟我说他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们两人的婚姻大事就由我做主了。王妃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你家王妃我什么时候拿这种事跟你开过玩笑啊？晴儿越发的感激起月凤哥来，要不是月凤哥把他从万花楼那种地方赎出来，还给他的父亲还了赌债，恐怕他到现在还会在万花楼里给人卖唱赚钱，他也不会每天都能生活在战王府里，天天不为生计发愁，更不可能会认识顾风。行了，你俩的事呢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这就去把顾风叫来，你俩好好聊聊，有什么心里话都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顾风，你跟我过来一下。顾风知道月凤哥找他是因为什么事，他有些忐忑地跟着月凤哥。一直都很话痨的顾风这会儿却是沉默不语了。你不用紧张，晴儿也是喜欢你的，你俩一会儿见到彼此一定要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不要说一半留一半的，否则呢很容易让对方误会，你明白吗？我明白，王妃放心，我一定会说出我对晴儿的心意。晴儿看到顾风时，她一脸娇羞地打着招呼：顾大哥。晴儿。顾风见晴儿如此娇羞的模样，他的心跳都跟着漏了半拍。打从他第一眼见到晴儿起，他就被晴儿深深吸引了。月凤哥让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单独相处，好好聊聊天。王妃，你猜晴儿跟顾风两人今天会聊些什么呢？他俩当然是互诉衷肠了，什么你喜欢我啊，我喜欢你的话啊。王妃最近挺热衷于给别人牵红线啊，你呢？可有心仪的人，我也为你牵根红线。
可惜我还没有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你说谭毅跟乔飞怎么样？他们的武功都很高，又是王爷身边的侍卫，你可以在他们之中挑一个啊。王妃，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他们两个我可是一个都不喜欢。这种话呢，可不要说得太早哦，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喜欢上他们其中的一个了。他已经跟岳凤哥来到北川国1年多了，也都跟谭毅和乔飞有过接触，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禁止不喜欢这种冷冰冰的男人，他喜欢温柔一些，可以给他温暖的男人。喂，三儿。大哥，你今天都忙什么了？有没有想我啊？大哥当然想你啊，只是今天大哥一直在忙于朝政，也没时间给你打电话。你那里怎么样？过得还好吗？岳凤哥把今天给晴儿和顾风牵红线的事告诉给了楚晨云。大哥，我想我二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被岳凤哥这么一提起，楚晨云也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也想岳晨毅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他。三儿，我这边来人了，不能再跟你聊了，有时间我再打给你。大哥，你一定要保重。楚晨云嗯了一声，便挂断电话。拜见摄政王，国师大人来找本王是有何事？刚刚摄政王在干什么？你衣袖里装的又是什么？本王在做什么？为何要告知于你？哼，本国师刚刚已经算出来，摄政王近期之内会让朝廷上下有所大变革。叶国师来找本王就是为了说这些。本国师还算出原本的摄政王已经死了，你并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楚晨云的心里不由得一惊，叶国师这是在咒本王死吗？这个叶国师怕是知道了他的身份，如果不尽早除掉他，恐怕自己的身份很快就要被传出去。他这么一挥拳，立刻让叶子毅瞪大了眼睛。他太熟悉这个动作了，这是他大哥经常挥出的一拳。叶子毅被打得一下子飞了出去，好半天才从地上爬了起来。大哥，别打了，是我呀！现在想求饶，恐怕已经晚了。大哥，我是岳晨毅呀！楚晨云一下子愣住了。你到底是谁？大哥，你刚刚出手也太狠了吧，连你的二弟都这样下手，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这个破摄政王了呀？大哥，我真的是岳晨毅，本来我开完演唱会后就打算开车去找你的，结果我刚一去到后台啊，就被一根棍子绊了一跤，醒来时就到了这里，我还穿越到了这个国师的身上，你说搞笑不？你是怎么知道我是你大哥的？你从什么时候发现我是你大哥的？其实我早就怀疑你是我大哥，可是我一直苦无证据，直到刚刚我看到你揣进袖子里的手机，还有你打我的这一拳，我才终于知道你真是我大哥。咱哥俩啊，终于团聚了。叶子毅一听这话，眼圈一下子红了。他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里后，就倍感孤独。国师的原主被人暗害致死，后来他发现自己竟然拥有了可以夜观天象、能掐会算的能力，于是他便掐算了一下，发现岳凤哥跟他在同一个世界里，只是不在同一个国家。叶子毅很想联系上岳凤哥，无奈他的身边没有手机。